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开玩笑的人，开朗的人。可是我还是住着一个蛮老的灵魂在里面。哇，太安静了，简直就是嗡嗡声的。听到自己的呼吸跟心跳，什么都听得到，跟香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太大分别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很 lonely，真的。对，我那个时候就12岁吧，12、13岁吧。然后Anna 也已经会常常跟圈内的一些朋友玩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见到，比方说梁家辉。刘嘉玲，好羡慕哦！你从小到大玩的人是梁家辉跟刘嘉玲、张学友、吴君如、梅艳芳、张国荣，全部我在12、13岁都已经认识了，所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。他们从小看着我长大。全听你说。到了披荆斩棘这个地方，你上了披荆斩棘，我们每个人都好疯狂，有很多很令人触目惊心、很感动万分的镜头，比如说有剃头的，有你留白胡渣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难忘的镜头。我现在想要知道，就是他用多少的时间来说服你上这个综艺？哇，我本来先说第一季吧，本来是拒绝了，我还介绍我的朋友去，后来就是可能都是我老婆煽动我去了。那老婆怎么劝的呢？我忘了，她怎么鼓励你的？我真的忘了为什么我会去。你只是想离开他是吗？没有，他也陪着我的。对不起，我会开这个玩笑是因为没问题，因为志玲哥他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人设是求生欲最强的丈夫。是吗？我是吗？总之我忘了为什么我OK 去吧。所以在披荆斩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况综艺啊，也是你第一次的一个参与吗？对，第一次。怕不怕？说实在的，那个内心的。怕不怕输啊？对，慌不慌？也没有，因为第一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聚会啦，也认识了太多的好朋友，包括李承铉。张琪，很多，我们大湾仔、江静，都Paul哥都是平常没太多时间或是机会去碰到，这样子真的是跟他们一起生活，我觉得是很梦幻的一件事，也把我带回去，好像我的童年一样。就是看见一帮大明星在这里，大家都回到最初的模样。是的，不再比阵仗了，是没有7个助理，8个摄影，没有，都很疯狂。我们在宿舍一些没有剪进去的画面，大家都疯狂，都很搞笑，真的。所以你就很享受在披荆斩棘的这样的一个舞台。是的，既然接受了这个挑战，张智霖的那个至理名言就来了。倾尽所有，100%的演出。是的。他得到的那个热烈回响，也没有让你失望。大湾区的那个情感，包括你个人的人气，还站在 C 位重新出道。哇，我看到那个 poster 啊。那个哇，这个是第一季吧？对 ，MC Jin， 对。那个很爽的，因为我们真的留下了很多我们自己认为很喜欢的舞台了。第一季对我来说影响很大，因为我真的从当中找到很多乐趣。可是，在第一系列的时候，你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吓到了很多人。你说你可能想要退圈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这样想的，就做完这一季就可以差不多了吧，然后要做的事情都做得七七八八，对，也越来越老了，累了。对，我觉得，我自己的人生可能不单是只有演艺吧，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对，那你退了要干嘛？你想做什么？
我可能去念书啊，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啊。你觉得你会读哪一科？我其实前2天也想去念书，在想什么科目啦，可能心理学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想要转换一下人生？是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对。所以后来反应越来越热烈，老婆也出来忽然讲刹车，没有啦，他乱讲的，他不可以退。对，是因为可能观众给你的反应跟感情太也不是，深厚他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做，那为什么不做呢？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你的时候，就勇敢去做吧。那你也真的，你就在那个电视机前把你的真心话给说了出来。对，我不怕有任何的影响。我觉得现在做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怕在台上，我是在镜头前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就是要超越，再超越，再超越。不但是不害怕，我还有更离谱，还有更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。这是我想在披荆斩棘。既然有一个那么好的平台的时候，我就要不单是100%，是200%的。你剃头的那一刹那，因为陈小春他是以前做过美发师，你没做过，所以你剃了2、3下还剃不下来，而且是也现场不是一次过。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先前想好的一个大家怎么去表达2种不同极端的一种疯狂。对，有一些人可以很冷静的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，有一些可以是另外一面是很疯狂的去做另外一个事情。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疯狂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个反差在里面。所以我不会剃了，我只是要表达另外一种方式的一种疯狂。那种疯狂不是一种形体上的，是一种内心的呐喊来的。然后对我自己而言啦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你们谢幕之后在台上，然后主持人讲说，他们以为你把胡须染白了啊，那个给电影人的情书啊，那个我哭到不行，尤其那天你讲的话，然后袁咏仪也在台下哭，你讲说，我把我的青春都给了你们。人生如戏，我把我的青春都给了。其实我也这样说也一点自大了，其实只是观众的青春也给了我，陪伴了我很多。那我现在要跳到的就是你的爱情故事了。好呀，也是你最后一段，你要不要吃一点点的板？又来。板胆可以要喝点水呀。可以啊，我吃饭。待会我也会拿一盒给你的老婆。谢谢你啊。我也吃一下我的肉干。爱情故事其实不难，因为我不会想要再讲过100次了嘛。对，人家问100次，我先从刚开始，就是你是在哪里开始认识、爱上袁咏仪的？爱上你们第一次的火花撞击，其实当然是边城浪子，我们认识。但是在边城浪子之前，我们在 TVB 的时候见过一次。那个时候你就对他已经嘿，港姐啊，香港小姐啊，谁不喜欢？他那时候刚选出来，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了。可是那时候他已经是第1年，已经得奖了。你出道他得奖。听说你是有一个一幕边城浪子他出现的那一幕，你对他更加的确认，他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。对，是哪一幕？因为那个时候他在那个现场啦，就看见他骑着一匹白马出来了，穿的就是那个古装的那种，有一种民族的那种气质的那种，所以哇，好漂亮，对，确实很漂亮。后来你努力的去追求他，就我没有，没有，他就邀请我去吃饭。哎呦，他追求你了，他开放了空间。我不能这样说，他追求我这样子太，我觉得你太坏蛋了，凡尔赛了，对吧？
防很塞，两个都郎有情妹有意啦。是的，哦，OK，我觉得你们都很坦白，他对你的爱也是很坦白的，很坦然的，就是两个人一看就对眼，就是那个人。就觉得需要在一起。但是你追求他，或者说你认识他之后，你才发现原来他不是想象中的除了美以外，原来他很凶。凶，他硬气吧，他有他的硬气，硬气、啊，对，很硬。那当然，我也不能一直说他哪里不好，不符合我自己，我也不一定能全符合他的心理的要求吧。你是第一次看到他在什么情况下发脾气，你吓到讲？常常都会吧，对，太多次了。他每天发，不定时的在发，是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可能那种肝火比较盛一点。肝火盛，你好坏，你说他肝火盛？没有，他比较容易就会爆发出来，可能开车的时候啊，就会很容易爆发。我就比较可能城府比较深一点，我没有那么容易爆发，也可能很容易放过自己啊，也比较容易放过别人。所以当你在看他的时候，你在旁边是怎么样？看呢？你为什么没有被吓跑了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样子？也没有哎，就很可爱。对，不是，我觉得可能我命中注定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旁边。对，全天下的男人，你们听一听啊！对，如果张智霖都说他需要，没有可能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温柔的老婆的话，我不是现在我这样子的一个性格，可能你就有点脾气了。你必须有互补啊。对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啊，夫妻也好，男女朋友、情侣也好，必定是一种混合，变成一个整体的。没可能两个人都温柔到底，也不能两个火星撞地球。是，对，你必须要一柔一刚这样子。所以有没有他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心里其实是在笑的？每一次都在笑，傻的。然后就好，没事啊，其实没什么，人生没什么大事，就发脾气嘛，对啊，我在拉皮啊这样子。可是最好笑的，我也觉得你也奇怪了，你明知道他脾气不好，你对他的求婚还要整他啊？那个，你对我们新加坡很有缘分，他们的求婚点是在新加坡的饭店，对，他们去度假，然后你怎么整了他？也没有啦，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先买了那个戒指，可是觉得只是给了他一个戒指也太简单了，买了一对耳环，珍珠耳环，对，珍珠耳环，然后就让他看到那个盒的时候，觉得就是戒指嘛，然后一打开啊，不是，就很失望，然后再给。那你就很得意哦，你在旁边，对呀，你就看着他，没有，就多给他一点心理的碰撞，多一点回忆了，对。他的反应怎么样？看到珍珠耳环就当然很失望，他觉得是戒指嘛，但是也还是要讲谢谢，不快乐。对呀，对。然后喜欢逗他一下，然后你就马上补上来，也没有马上来，几分再钟整他，对，几分钟之后吧，应该是。但是你现在说的都是20几年前的事情，我能记得住的可能只是这个画面了。我也觉得你够勇气呀，你不怕他中间发火啊？我不怕，我能。那你就承受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可能是不是亮亮到现在都还有那个恐惧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戴珍珠耳环，真的耶，在哪儿应该拿出来把它卖掉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在这个地方小小偷偷。最起码他现在还会记得，对嘛？你简单给他一个戒指，OK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多了一个 step 就会记得更好。你们是长跑结婚的？10年吧。9年还10年？9年10年吧，对。我知道你们的爱情故事很多的甜蜜。我看到亮亮有一则访问哦，他说他的邻居问他你是不是出去拍戏了？他讲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因为你老公最近没换衣服。对，就是你是一个很随便的人。对啊。这个不重要嘛，我只做重要的事情啊。然后你要出去买东西，你打开那个抽屉，拿最上面那件，
可是我的工人也很勤快了，每次一出来，他就洗完就放在第一个，所以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衣服。对对对。然后亮亮又讲说，你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的人，你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。英雄本色嘛。英雄本色都是有迹可循的。然后你就给了一个很可爱的回答你说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可能出去了，我就在家了是吗？是吗 ？OK， 你们俩是很逗的夫妻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亮亮到底用什么东西拴住你的这颗心30年？我不知道没有秘诀。就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亮亮做过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情？那当然是生孩子的时候。对，因为那个对于一个女生，我是一个女明星来说，我觉得是很大的付出。她样子也变得很胖啊，然后鼻子也变得很大，真的。因为我刚刚才修复了一些以前的那些录影机的那个 video 嘛，然后变成一个 hard disk 里面嘛，然后最近就看回很多自己的一些回忆，就看到其中一段就是她生产的那一段都没有看过，因为以前拍完就算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在旁边陪着她还拍。对，我觉得那段很感动。而且她生完孩子之后还得了忧郁症，那个时候我不认为是真的吗？他觉得是，我不觉得是。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不可爱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你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在怀孕的时候大家都对他千依百顺的嘛，他有什么要吃什么，马上开车去买怎么样，然后生完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种失落吧，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个 baby 上，我觉得是一种这样的失落了。因为他也有讲说，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是他长期陪孩子，然后他又是警察家庭出来的，所以他对孩子的要求跟长期相处摩擦会比较大，所以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。他去抱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推开的是他，他要的是爸爸。他那时候就觉得他想要做一个好妈妈。那个时候对他就有一点打击了。那这个打击到今天都是很大的打击，每天都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他还是要爸爸。对啊，你还是那个好爸爸。我是一个好爸爸，这个是我不会否认的。可能我懂男生，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少年吧，尤其是现在他已经16岁了，我更明白自己16岁的时候的那种心路历程，害怕什么，我是需要什么，我都很懂。我说我迷茫的是什么，我知道，可能他不知道她是一个女生。所以你都不发脾气的吗？比较小。我看到的是你发脾气到了极致，那就很麻烦。我是很极端的人，很麻烦。对，如果不发脾气的空间很大，可能是90% 我不会发脾气。如果碰到那10%，可能就。也就是说，真的惹你发脾气，他真的是你自己都知道很麻烦，再拉回来。我不会放的，对，很恐怖。不是发脾气了，可能对一个事情，如果真的要计较的话，你可不可以记得大概什么事情就是真的是较劲就放不了？一些原则的问题吧，可能在工作上。感情上的话，就什么都不会较劲。现在不会了，以前都会有过，比方说一些一地鸡毛的事情啊。对，可是我就不放，他就觉得很恐惧，对他，然后道歉了，我都不会放的。你是说亮亮道歉你都不行，对，都不行，对。那要怎么办呢？然后要自己真的做了很多心理建设的时候就 OK 了。大概要多久？也不久了。什么事情1年时间没有了，1年没有了，只是我是一种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处女座，我是怎么样，就是很极端。可是碰到那个点也太难了，应该是99比1吧，平常都很难到那么离谱的。所以他说会吠的狗不凶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就我明白你。恐怖的。最近的有没有？有。多久以前？有，就是在隔离的时候
然后儿子也在，然后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，你吃那个，你不吃那个，你吃那个，我不吃，你一定要吃那种，那种就觉得太烦，我就把那个盆上的东西就摔在地上，不要吃了，大家就安静了。那个我也觉得没有什么，对我来说不是我的极限啊，就是我觉得。我还可以怎么？但这个点到了是吧？对，可能到了吃一顿饭，为什么你要不吃，他也一定要你吃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明白。所以最后那个盘子谁捡起来？啊，那个时候好像跟 Hattie 他们一起住啊。那个我的化妆师，因为所以他们去捡吧。他们就捡起来啊 ，OK。其实我也觉得夫妻之道也是这样。我们常知道的袁咏仪说她坏脾气呀，多坏呀。那个谁还讲说啊，你做了很大的功德，把袁咏仪给娶回去。吴镇宇，他的那个泥石流的那个专访，说你做了很大的功德。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很可爱的地方。他知道有，他再怎么傻野，再怎么无理取闹，对于老公那个点一到，他还是停了。对。所以你最终有为太太去改变什么吗？我没有，都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讲出3个袁咏仪让你最喜欢的地方。没有，就是一个，就是她是我老婆，我必须要喜欢她。漂亮啊！不是一些外表，我是性格，就是她是我的人。好，对。然后你讲3个你最顶不住她的地方。只能选3个吗？完蛋了，你真的是有什么你有1天时间吗？只有你敢这么说。顶不住啊！也没有，真的。现在看来啊，真的经过那么多年，都是很可爱的，对我来说。而且你们让我最羡慕的有2点，这个是我现在要跟你做的终结。就是我听过你们的张氏牵手啊，就是你的牵手永远要背着手。可能我很累，知道吧？不对，他说的是因为在人群中会走散，你叫他是你跟他讲一定要这样子背着牵，你们不是这样手牵手。我忘了，我老了，我不记得了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可是现在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的牵手。对，我喜欢，对，我觉得对，就是这样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但是我现在可以重新再问。好，如果生命只剩下24小时，你最想要跟袁咏仪说什么？你赚够了吧？对了我那么久。但是我那时候是看到的是，你那时候还有一点点感动，你讲不够。看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就问了很多人：如果生命剩下24小时，你要跟你老婆、老公说什么？大家都说你吃饱了吗？你就要照顾好孩子啊，还是什么？就你跟他讲一句：钱够不够用？你钱够不够用？对啊，我哭了我。你还担心他钱够不够耶？你懂女人？没有，我只是说真实的东西。你没有问他够不够孩子？有的没的，对呀，那些有什么意义？那现在的张智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呢？我的生活状态，我觉得就是去面对生命的不同的阶段。不但是工作那么表面的，或是孩子怎么样啊，夫妻怎么样，是自己一个去面对生老病死的那个状态。然后当然就是你有想，我终究有一天会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我常常想，我会去思考死亡，常去，然后也会附带想一下，那我要不要在离开之前准备好那些有的没的东西？你已经经历过很多的人生披荆斩棘、惊涛骇浪，你已经在一个处变不惊的情况下，但是还活得悠然自得。是的，我是很自在的一个人，可是也非常敬畏无常这2个字。是，所以为什么不做好一点？你要做好一点功课，不是说你在台上怎么样，是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人生。我觉得这个课题比较
比较大一点。对对对，不要你离开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彷徨。那你的人生这个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课，你做完了没？你最后那个句号写的漂不漂亮，够不够圆？把今生的功课做得对，做好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可能我有120岁也说不定。可是你为什么现在不想一下？可能你明天就已经不在，也有可能啊。所以。我现在有能力，有这个精神的，那去好好的规划一下你以后的路，跟你不在的时候你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去做。因为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去看事情啊，那不单是你的家人要照顾啊，支持你的人啊，对吗？你支持了你那么久，要不要演唱会？要不要做？做好，大家再见一面，有能力的时候。对，演戏要不要再留多1、2个？你那个是想说什么的？有没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呢？你还是想要尽力把这个人生的功课做圆满。对对。所以你现在还会认真考虑退休这个问题吗？应该不会，他都想要面对观众。可是那个是一个过程来的。可是你可能会退休。为什么不会呢？这个是有过程来的。退休有那么可怕吗？等一下多拍一点照片呢，我要回去修一下。退休有那么可怕吗？你也是一代人的回忆嘛，披荆斩棘又是一代人的回忆了。然后忽然间，所以我就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跟大家分享啊，对吗？如果我是一个厨师，我只想做最好的菜给我的顾客用啊。当我有一天已经煮不出那个菜的时候，我不想客人因为我曾经的好，然后说啊都很好。我想问你啊，现在社交媒体这么磅礴，这么肆意的发达，我也去略了你的社交媒体，其实你不是很爱营业的一个人。如果你真的一旦进入退休，你是会那种不见掉的。对，你就不会。对，我会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可能就会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生活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觉得是，可能也会很出类拔萃啊，在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读书，对，读博士，对啊，对，变成一个医生也说不定。你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我不知道，对。所以我们感觉到的跟我感觉到的其实张智霖他还是有很佛性，但是还好，他还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兴趣。那这一次我们既然来了，有这么客气的东西，还有糖，我们还有带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你的。那么多礼物的？对，而且这个是限量版的。哎呦，麻将哦！他一看就懂了，这个是限量版的啊，外面已经找不到的啊。Captain Cool 就一定要一个限量版的。哇！你看一下，限量版真的没了，真的耶！这家还有飞机的。这个飞又是什么呢？你们没有飞吗？飞是什么呀？Joker 啊。哦，拜达 ，OK， 飞比较小用 ，OK。希望我们带的礼物你会喜欢，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访问不会我觉得太短了。对，有时候真的，我来新加坡也找你在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谢谢你的麻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希望我的访问你会喜欢，然后带一点这个班当 cake， 回去给儿子一块吃。对，老婆不用吃太多了，对，我儿子很瘦。好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访问。我们也在这边希望你将来的人生是大杀四方，然后人生路上能够杠上开花。对呀，这个很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飞机的，飞，哇，好棒啊！可是很难去知道是什么。你今晚打这个牌，你不要交一条，然后你永远都换时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。